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极度棘手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回头看历史，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评价那些曾经身处在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绝境里头，被迫做出艰难选择的人？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哦，它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伦理挑战，直接在叩问我们这些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到底是什么。没错，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这次要分析的起点。我们会借由学者约翰·崔特教授的研究，来深入探讨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这个案例，我得先说，它很可能会挑战你很多习以为常的是非对错观念，也会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判断这件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好，那为了有系统地拆解这个复杂的议题，这次的分析我们会分成6个部分。首先，我们会聊一下为什么传统哲学在战争的时候好像常常会失灵。接着，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做灰色地带。再来，我们会看看4位真实存在的作家，他们当时面对的两难处境。然后我们会回过头来追溯背叛这个观念是怎么诞生的。第5部分，我们会提出一个带有同理心的新判断框架。最后，我们会面对一个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终极道德考验。好的，那我们就进入第1部分。这里要先建立一个重要的背景认知：为什么20世纪那些毁灭性的历史事件，像是世界大战、集中营，会让我们传统上那一套听起来很高大上的道德哲学，看起来那么的苍白无力？美国哲学家都威这句话其实点出了一个核心。他认为哲学的根源应该是来自真实世界的危机，而不是脱离现实的逻辑游戏。但问题就来了，20世纪的哲学在面对人类这么巨大的苦难时，却常常选择缺席，好像没有办法有效地回应时代的挑战一样。简单来说，过去的哲学家很喜欢坐在舒服的安乐椅上，设计一些像是电车难题这样的思想实验。但你想想看，当真实世界出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这些挑战人类良知底线的事件时，那种纸上谈兵式的哲学就显得既空洞又疏离，真的完全无法触及真实的人类经验。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要引入一个核心概念，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在被占领的状态下，人们所做出的那些选择。这个概念就叫做灰色地带。首先，我们要先有个共识，什么是协力者？根据学者们的界定，指的就是那些和占领自己国家的外来政权合作的人。而我们这次分析的历史背景锁定在1910年到1945年被大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在这段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协力者。这句话是来自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意大利作家普利莫·里维。他提出了灰色地带这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概念。他的意思是，在极端的压迫和胁迫之下，所有我们平常认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确定性都会开始溶解，变得模糊。在那个地带里面，是跟非、善跟恶的界限，并不像我们在舒适圈里想象的那么清晰。好，那在了解灰色地带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就把镜头拉近，来看看4个真实被困在其中的个体。他们都是当时朝鲜半岛顶尖的作家，他们的抉择非常具体地展现了这个困境的人性面貌。我们并不是要为他们写传记，而是把他们当作理解复杂人性的案例来看。第一位，李光洙，他被誉为是韩国现代小说之父，地位非常崇高，但同时他也是亲日法西斯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的结局是在韩战中被掳到北韩，最后在囚禁中过世。第二位，林和，他本来是左翼无产阶级诗歌的领袖，后来却转而为日本的胜利而写作。他的下场更惨，在北韩被指控是间谍和日本协力者，最后遭到处决。再来第3位是金史良，他的一生都在韩语和日语的语言选择中痛苦挣扎。他既服务过日本，却又在战争末期逃向韩国的独立军。你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对吧？他最后是在韩战中与北韩军队一同阵亡。最后一位，张鹤宙，他可以说是最狂热的亲日作家，甚至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母语。他最终入籍日本，但在日本文坛也没能取得成功，最后在默默无闻中死去。
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都充满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矛盾与悲剧。看到这些悲剧我们可能心里会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协力会被看作是一种这么严重的道德罪行？这一部分我们就要来追本溯源，看看这个观念的哲学根源到底是什么。重点来了，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忠于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个想法说真的，在历史上其实非常年轻。我们对协力者的强烈谴责是跟民族国家这个近代的概念紧密相连的。你想想看，在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背叛。这个观念的演变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我们可以把它拆成3个步骤来看。第一步，在启蒙时代，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个人自主性是人类尊严的基石。简单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做决定。第二步，这个关于个人自主的想法被延伸到了国家这个集体层次。大家开始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应该拥有不受外来干预的自主决定权。到了第3步，关键就来了。当国家自主变成神圣不可侵犯之后，终于这个国家就从一种政治选择上升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义务。在这样的逻辑底下，协力就不再只是单纯的选边站，而是对集体尊严的终极背叛。既然传统的道德框架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失灵，那有没有更好的思考方式呢？崔特教授引用了另一位哲学家汉娜·鄂兰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判断框架。这个概念叫做扩大心智。它的核心精神并不是要去感受别人感受过的一切，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尝试去理解他人的视角，以及他们当时所面临的种种限制。这让我们可以超越单纯的谴责，做出更细腻、更周全的判断。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直接比较一下这2种思维的差别。康德式的纯粹理性主义，它更强调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道德法则，所以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给同理性留下运作的空间，这也让它很容易导致我们刚刚提到的安乐椅式判断。而鄂兰的扩大心智就不同了，他要求我们将同理性跟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他承认每个个体的处境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要求我们必须与世界一同思考，而不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讲到这里，整个分析也差不多进入了尾声。最终，这一切的历史和哲学思辨，其实都指向了一个非常尖锐，而且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道德抉择。这其实是2种截然对立的伦理观。第一种是生存的伦理。我们前面提到的作家李光洙就曾经提出一种达尔文式的观点。他说，与其自己死，不如让别人替你死。这是一种将生存视为最高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伦理。而另外一种是原则的伦理。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后来的鄂兰都强调，受害胜于加害。这代表是，即使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命，也绝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原则，绝不成为加害者的那一方。其实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历史和哲学的难题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过去式。当危机来临，当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安逸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我们究竟会选择哪一条路？是要不计代价地活下去，还是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深思。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透过理解灰色地带的复杂性，看到了历史人物在极端压力下的无奈抉择。我们也追溯了现代国家忠诚观念的形成，并学习到汉娜·鄂兰所提倡的扩大心智，也就是用一种结合理性与同理的视角，去进行更周全的道德判断。最终，这一切都回归到一个根本的提问：在生存与原则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